經引導。羅伯特·路易斯·史蒂文森。第17章。醫生繼續講述小艇的最後航程。這第5次航行與以往不同。首先，我們乘坐的這艘小艇簡直就像個核桃殼，已經超載到了危險的程度。5個身強力壯的男人，且不說其中3個，特里勞尼、雷德魯斯和船長，身高都足有6英尺，這本身就已經超出了小艇的承載能力。再加上火藥、豬肉和餅乾袋，船舷在船尾部分已經傾斜。我們幾次進水，雖然不多，但在我們划出100碼之前，我的褲子和上衣、下擺就已經完全濕透了。船長命令我們調整位置，以便讓小船更好地保持平衡。儘管如此，我們甚至連呼吸都感到害怕。其次，退潮開始顯現威力，形成一股強勁的水流。它先是向西流過錨地，然後又從我們早上進入的狹窄水道向南流去，最終匯入開闊的大海。即使是最小的浪花，對我們這艘超載的小船來說也是一種危險。但最糟糕的是，我們被衝離了航線，遠離了我們應該在海角另一邊登陸的地點。如果我們被水流控制住，就會飄到那些小船的旁邊，而海盜們隨時可能出現在那裡。我無法保持航向，駛向柵欄，先生，我對船長說。我掌着舵，而他和雷德魯斯因為休息過了，負責划槳。退潮把我們衝偏了，我補充道：“你們能不能再用力划一點？”不行，除非我們想讓船進水。他回答說：“您必須盡力穩住，先生，拜託了，堅持住，直到您看到我們走上正軌。”我試了試，經驗告訴我，我們正在向西偏離，直到我們把船頭轉向東方，也就是說，幾乎與我們本該遵循的航線成直角。這樣下去，我們永遠也到不了岸邊。我說，如果這是我們唯一能走的航線，先生，那麼我們就必須走這條路。船長回答說，我們必須逆流而上。您看，先生，他繼續說，如果我們偏離登陸點哪怕只有一點點，就很難預測我們會飄到哪裡去。更不用說，可能會被那些小船襲擊了。相反，照現在這樣走，我們肯定會找到一個水流較緩的地方，然後我們就可以沿着海岸回去了。水流已經減弱了，先生。坐在船頭的那個叫格雷的人說，您現在可以稍微放鬆一下舵了。謝謝你，孩子。我說，好像什麼也沒發生一樣，因為我們都決心把它當作我們中的一員來對待。突然，船長又開口說話了，我覺得他的聲音有點變了。大炮，他喊道。我已經想過這個問題了，我說，因為我確信他正在考慮他們用大炮轟擊堡壘的可能性。他們搬不動它，就算搬得動，也拖不過森林。看看船尾，船長回答說。我們完全忘記了那門9磅長炮。令我們驚恐的是，我們看到那5個無賴正忙着對付它，把覆蓋在它上面的厚重焦油帆布罩子剝掉。但這還不是全部，就在那一瞬間，我同時想到，我們把大炮的彈藥和火藥都忘在了船上，只要一斧投下去，所有這些東西都會落入船上那些壞蛋的手中。伊斯雷爾以前是弗林特的炮手，格雷用沙啞的聲音說道。我們冒着一切危險，把船頭徑直對準登陸點。到那時，我們已經遠離了主流，所以儘管我們不得不劃得很慢，但還是能夠一直保持航向，而且我也不難把舵駛向安全的港灣。但最糟糕的是，我們當時所走的航線使我們的船舷而不是船尾對着伊斯帕尼奧拉號，因此我們成了一個像谷倉門一樣顯眼的目標。
我能聽到也能看到那個無賴伊斯雷爾漢茲，他那張醉醺醺的臉，正在甲板上滾動着準備裝填大炮的炮彈。我們當中誰的槍法最好？船長問道。特里勞尼先生，好得多，我說。特里勞尼先生，請您幫我打倒那些家伙中的一個，先生，如果可能的話，打漢茲。船長說。特里勞尼像鋼鐵一樣冷靜，正在給他的槍裝填火藥。小心！船長喊道，小心那把槍，先生，否則他會把我們的小船打穿底的。等特里勞尼先生瞄準時，大家都準備好穩住船。鄉绅舉起了槍，槳手們放下了槳，我們都向船的另一邊傾斜，以保持平衡。我們做得非常好，一滴水也沒有濺進來。到那時，帆船上的人已經把大炮在炮架上轉了過來。漢茲站在炮口旁，手裡拿着裝填桿，因此他是最暴露的目標。然而，我們運氣不好，就在特里勞尼開火的那一刻，漢茲彎下了腰，子彈從他頭上呼嘯而過，打倒了另外4個人中的一個。他發出的叫聲不僅得到了船上同伴的回應，也得到了岸上許多聲音的回應。我朝那個方向望去，看到其餘的海盜從森林裡跑出來，急忙奔向他們在小船上的崗位。小船來了，先生，我說。前進。那麼，船長喊道，小艇進水已經沒關係了，如果我們不能到達岸邊，我們就完了。他們只上了一艘小船，先生，我補充道，另一艘船的人肯定想繞路在陸地上截住我們。那他們就得跑得飛快了，先生，船長回答說，您知道水手在陸地上是什麼樣的，但我擔心的不是他們，而是炮彈。老天爺啊，連我妻子的女僕都不會打偏。鄉紳，當您看到他們點燃引信時就告訴我們，然後我們就後退。與此同時，我們一直在快速前進，儘管船身超載，但只進了一點水，我們已經離得很近了。再劃30或40下槳就能到達海灘，因為退潮已經在叢生的樹木下露出了一條狹窄的沙灘。我們不再需要害怕海盜的小船了。那個小小的海角把它擋在了我們的視線之外。那股曾無情地把我們衝離航線的退潮，現在卻通過阻礙我們敵人的前進，來彌補對我們的虧欠。唯一的危險來自大炮。如果我敢，船長說，我們就停下來，再結果他們一個。但是，很明顯，他們不打算讓任何事情阻止他們開炮。他們甚至沒有看一眼他們倒下的同伴，雖然他沒有死，因為我看到他正在地上爬行。準備好了，鄉紳喊道。後退，船長喊道，快如回聲。他和雷德魯斯使勁向後劃，小艇的船尾沉入了水中。爆炸聲就在那一刻響起，那是吉姆聽到的第一聲，因為鄉紳的槍聲沒有傳到他的耳朵裡。我們誰也不知道子彈從哪裡飛過的，但我猜想，它一定是從我們頭頂飛過的，它產生的風一定與降臨到我們身上的災難有關。不管怎樣，事實是小艇從船尾開始，輕輕地轉入了3英尺深的水中，只剩下船長和我面對面地站着，另外3個人則一頭栽進水裡，出來時全身濕透。到目前為止，我們還沒有遭受重大損失，沒有人員傷亡，我們可以安全地涉水到達海灘。但是我們所有的裝備都沉在水底，更糟糕的是，5支火槍中只有2支還能使用。我本能地抓住了我的火槍，它一直放在我的膝蓋上，並把它舉過頭頂。至於船長，他把他的火槍斜挎在肩上，槍機朝上，這是一個謹慎的人應有的做法。另外3支則和小艇一起沉沒了。
更讓我們擔心的是，我們聽到森林邊緣傳來人聲，向我們靠近。因此，我們不僅面臨着在半殘狀態下無法到達柵欄的危險，而且開始為亨特和喬伊斯擔心起來，懷疑如果受到那6個海盜的攻擊，他們是否有足夠的理智和勇氣堅守崗位。我們毫不懷疑亨特能夠抵抗，但喬伊斯的情況就不那麼確定了，因為他雖然是個出色的貼身男僕，令人愉快，彬彬有禮，擅長為主人刷衣服，卻完全不適合參加戰鬥。帶着所有這些念頭，我們盡可能快地涉水走向海灘，把我們可憐的小艇以及一半的火藥和補給品都留在了身後。